欢迎收看本期的 Lifestyle， 我是 Alex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打开下面那个小铃铛吧。那今天呢，我要为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一个 AirPods Pro 啦。像这个 AirPods Pro， 其实在马来西亚是正式在那个12月3号就是正式的发布的。那我也是以最快的速度去获得这一台东西，去为各位带来今天的评测啦。那这款耳机在马来西亚的售价是1099块，那其实这个贵了那个 AirPods 第二代无线充电板整200块马币。那这一个跟那个 AirPods 第二代有什么差别呢？本期视频给你一个答案。那我们马上来开始影片吧。在我第一次戴上去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觉得是跟前代的 AirPods 有着明显的差异了。首先，前代的 AirPods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以往你被人撞的时候呢，整个耳机都会跌下来啦。可是这一次呢，那个 AirPods Pro 在佩戴术上做了一个耳塞，以更好的提供这个固定性。除此之外 ，AirPods 还把其他 size 的耳机模都附送了啦，这样就可以根据个人耳朵的大小进行更换啦。这里就把前代的问题完美的解决了。除此之外呢，那个舒适度也是有着非常好的提升的。至少戴久了不会像前代 AirPods 这样子，那个耳朵会被那个音塑料弄得很痛。这里可以说是我戴过 AirPods Powerbeats Pro 以及其他无线蓝牙耳机中最为舒服、最为轻巧的一款耳机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耳塞服帖程度的话，你可以去设置里面做一个测试了。这一个小功能虽然没有很高科技啦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小功能来的。收纳它方面呢，别看到这一次的盒子好像不好收纳这样，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的，只要打侧边放进口袋，依旧是一件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事情哦。耳机的动画依旧是那么的疗愈，而且苹果的设备上的切换也是非常有效以及迅速的，所以这一点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。音响其实比起普通版的 AirPods 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的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如果关闭那个降噪功能的话呢，整体来说的音质内容更为的清晰，而且更为的集中。那细节的部分呢，你会听得比那个降噪模式来的更多了。再来，由于这一次 AirPods Pro 有这个耳塞，所以音质的内容也比 AirPods 诠释的更为自然。那为了准确的体验呢，我们去大街上进行那个实测，可以发现呢，其实戴上耳机之后，周遭的声音都会消去了大部分，基本上你听不到人家的对话内容。但是你还是会很清楚的听到那些车声或者是其他比较大声的杂音的。那通话时的体验呢，拜那个降噪功能的所赐，基本上对方的声音呢都非常清楚，而且你可以集中聆听那个对方说的话，而且根据对方的反馈呢，是 AirPods Pro 带来的收音甚至会比手机来的更好。AirPods Pro 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推出的这个降噪功能啦。那根据官网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利用耳机里面的外向式麦克风侦测外面的声音，然后就是在用户听到任何声音之前发出相应的那个抗噪波，以达到抵消外面声音的这个效果啦。那你听起来可能觉得这一个好像是很新很高科技的一个技术，但是其实很早就有了啦。可以看出这个技术应该是非常的成熟了，苹果才带进来他们自家的产品里面。虽然这个降噪的功能的效果非常的强，但是耳道同时间会感到明显的那个压迫感以及不舒服。那这里我是通常关掉，然后再听我的音乐的。AirPods Pro 的这一小块屏枕面呢，是用手压的方式对耳机进行指令的，按一下就是播放或暂停，按2下就是跳到下一首歌，按3下则是跳到上一首歌啦。长按着则是切换那个降噪的模式。在我第一次学习把玩整个过程中呢，一点难度都没有啦，其实都是一些相当方便而且容易学习的功能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完全没有延迟的情况出现。而且相比起前一代的 AirPods， 这些小功能虽然叠加的耳机很多年前就有了，但是对于苹果的用户们来说呢，可是一大的福音啊。这次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，就是还有一个 IPX4 的抗汗抗水功能。对于我这个超级大汗的人来说呢，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，因为我的第一代 AirPods 就是给我的汗水所弄坏的。另外就是这些充电功能有着明显的进步啦，虽然续航比前几代的 AirPods 是跌了半个小时这样多了，但是充电5分钟就可以提供多1个小时的续航，还是给到我惊喜的。我觉得 AirPods Pro 这一次带给我的惊喜是令我满意的，而且真的是很多有惊艳到我的地方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降噪功能没有 Powerbeats Pro 带的那么的不舒服，而且这个功能呢，对于那些常常戴 MRT 的人呢，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小功能来的。而我最喜欢的一点还是一样，它依旧是那么的便携的。那虽然它的材质依然是那么的不耐刮啦。那你们对这个耳机的评价如何呢？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讨论看看吧。这样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。